大家好，我是曹伟东。这次美国突然宣布要准备在明年呢退役39艘舰艇，接近100万吨的这个排水量。那么大家可能会觉得，一下退出去这么多的舰艇，退出去这么大的吨位，那是不是美国要压缩它的海军？是不是要改变它的这个霸权的这种战略呢？不会的，因为我们看到美国的全球部署、前沿部署战略一点也没有改变，而且它现在舰艇的数量还不够。那为什么一下要退这么多的作战舰艇和辅助的舰艇呢？因为我们看它这里边是准备退役5艘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还有2艘就是洛杉矶级的核潜艇，当然还有一些就是相应的，比如说2栖作战的舰艇啊。那这对美国的海军战力不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吗？的确会有巨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它这个淘汰巡洋舰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因为它有20多艘提康德罗加级的导弹巡洋舰。那么谁来替代就是巡洋舰的位置呢？因为我们知道，在美国，它的这个提康德罗加级的巡洋舰是航空母舰的指挥舰，就指挥员是在巡洋舰上，而不是在航空母舰上。这个最初也就是在上世纪末的时候呢，这个巡洋舰呢最先搭载了就是宙斯盾这种系统，它来应对苏联就是对美国舰队的这种饱和式的攻击，还有空中的来袭。那么宙斯盾系统是非常先进的，再加上呢，它有10000吨级的排水量，再加上它搭载了122枚这样垂发系统的这个发射管，所以它的战力是非常强大的。但是这个时过境迁，到了现在，这个巡洋舰对美国海军而言是弃之可惜，食之无味，如同鸡肋。那么怎么办？如果继续保留它，还要花费大量的经费。那么如果再继续的在原基础上升级改造，改造的空间也不大，所以干脆就把它给取代掉。所以美国要淘汰掉就是它的巡洋舰。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在今后就是如果俄罗斯再把它的几艘巡洋舰给淘汰掉，可能在各国海军中就不再存在巡洋舰这样一个舰种了。也就是从2战以后，在战列舰退出海军的这个装备以后，那么巡洋舰就是下一个接替的舰种。当各国不再使用巡洋舰以后，谁来替代巡洋舰的位置呢？恐怕就是驱逐舰了。因为美国它现在可能要准备把阿利伯克级的这个驱逐舰呢进行就是进一步的升级完善然后呢来取代巡洋舰的位置。那么俄罗斯呢，它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4艘巡洋舰，当莫斯科号沉没以后，它又没有建造新的大型水面舰艇，因为它一直想建造领袖级的导弹驱逐舰，但是经费、人员，包括它的这种支撑都没有，所以它一直就只能在巡洋舰上进行改装，而不能建造新的驱逐舰。而我们再看人民海军的这个建设，在8·11前夕我们看到就是人民海军的第6艘就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延安舰舷号106已经入役了。实际上，我们的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呢，排水量达到了10000吨以上，而且呢，它解决了就是大型的作战舰艇的这个外形的设计，包括它的这些通信设施的一体化。因为我们看它的桅杆和它的这些就是舰岛这些部分已经有一定的隐身设计了，并且解决了雷达这些通信设施互不干扰的问题。搭载的这些导弹呢，既有防空的，就区域防空的，能够打100公里以上的，就是海红旗9系列的，当然也有这种中程的和近程的防空的武器，还有反舰的导弹，就是鹰击系列的，还有反潜的武器。所以呢，它的是一种比较好的这种指挥舰就是因为我们也有第3艘航空母舰下水了嘛，就是福建舰。那将来的时候呢，就是需要更多的就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来为他们护航，来为他们作为指挥舰。所以我们看，作为未来就是各国海军发展方向呢，很有可能就是美国要研制就是专门给航空母舰担任指挥舰的这种驱逐舰。那么俄罗斯呢，
可能还是要尽快的把它的领袖级的导弹驱逐舰给建造起来。而我们中国呢，不准备再建造所谓巡洋舰这一级的舰艇了，而可能作为就是055型的导弹驱逐舰啊，作为我们大型水面作战舰艇的啊，就是4代舰啊，因为它和052型的呀，或者是051型导弹驱逐舰相比啊，已经有了大幅度的能力的提升。所以呢，未来我分析呢，各个国家将会把导弹驱逐舰作为主要的作战舰艇，担负这种水面啊，就是指挥舰呐、打击平台啊来进行使用。关于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感谢大家关注本栏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